当地时间28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出席第79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就多个地区热点问题阐明中方立场，就完善全球治理提出中国主张。谈及台湾问题时，王毅强调，联合国2758号决议没有灰色地带，没有模糊空间。他还谈及美国在菲律宾部署中导的问题。王毅说，我们首先面对的是一个变乱交织的世界，人们对这个星球的未来更为忧虑。同时，我们又正在迎来一个充满希望的世界。今天的世界，各国安危休戚与共，没有任何国家可以独善其身、独享安全。一大批全球南方国家卓然壮大，一两个大国说了算的时代已一去不复返。王毅表示，面对日益严峻的全球挑战，中国从来没有袖手旁观，而是以前所未有的力度参与全球治理。习近平主席先后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为解决人类面临的种种难题贡献了中国智慧，为完善全球治理注入了中国力量。王毅还阐述了中国式现代化的世界意义。王毅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即将迎来75周年华诞。75年来，国际形势风云变幻，中国的选择始终未变，那就是集中力量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同时也为人类谋进步，为世界谋大同。中国在追求自身发展的同时，始终胸怀天下，不断以自身新发展为世界提供新机遇。王毅指出，中国式现代化将有力促进世界和平稳定，中国式现代化将有力促进共同发展，中国式现代化将有力促进完善全球治理，中国式现代化将有力促进人类文明进步。王毅还就台湾问题阐述中方立场。王毅说，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既是历史也是现实。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明确规定，把日本窃取的中国领土，包括台湾、澎湖列岛归还中国，构成了二战后国际秩序的重要组成部分。53年前，就是在这座神圣庄严的大厅，第26届联合国大会以压倒性多数通过第2758号决议，决定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一切权利，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代表是中国在联合国唯一合法代表，并立即把台湾地区的代表从联合国及其所属一切机构中驱逐出去。这一决议彻底解决了包括台湾在内全中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问题，明确不存在两个中国，不存在一中一台。在这一原则问题上，没有灰色地带，没有模糊的空间。中国必将实现完全统一，台湾必将回归祖国怀抱，这是任何人、任何势力都阻挡不了的历史大事。实际上，每逢联合国大会等重要会议之时，无法进入会场参会的民进党当局便会极力刷存在感。在本次联大一般性辩论开幕式前一天，赖清德在纽约一个由美国国务院赞助的所谓康科迪亚峰会上，通过视频方式刷脸，妄称大陆错误诠释联大2758号决议。赖清德及民进党近年来多次释放类似谬论，其此前露脸的一个名为对华政策跨国议会联盟的平台，早在2022年8月便被中国政府列为台独顽固分子关联机构，并实施制裁。2758号决议的事情啊，背后推动者呢是一个叫做这个 IPAC 的这个国际反华议员的联盟，他们开始在推各种的反华的议题的时候呢，开始共同的在推所谓的台湾问题国际化。今年7月，外交部发言人林健针对赖清德屡屡恶意曲解联大决议，向其发出3连问。联大第2758号决议再次明确一个中国原则，一个中国原则更是公认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和国际社会普遍共识，何谈错误诠释？台湾地区作为中国的一部分，何谈主权地位？台湾地区参与国际组织活动，必须也只能按照一个中国原则处理，何谈国际参与？岛内舆论痛批，民进党当局为了给赖清德搭台唱戏，究竟浪费了多少纳税钱？台湾民众根本无法监督。台湾《中国时报》评论认为，赖清德当局参与反中取暖认青联大会，只会凸显台湾外事关系走偏锋，自我边缘化法理地位。
值得注意的是，赖清德不断发表台独自白，背后是美国人的煽动。美国副国务卿坎贝尔日前也在美国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的一场听证会上扬言，中国是美国历史上最重大的挑战。他还歪曲攻击联合国第2758号决议，称其是中国的外交工具。当地时间28号，王毅在纽约会见韩国外长赵对烈时强调，美国在本地区部署中导，破坏地区和平稳定，不符合地区国家利益。同时，王毅也表示，朝鲜半岛不能生战生乱，维护半岛和平稳定符合各方共同利益。中方将继续劝和促谈，为实现半岛长治久安发挥建设性作用。值得注意的是，这是两位外长在短短4个月时间里进行的第3次会晤。据韩联社报道，中韩两国外长会晤长达45分钟，双方商定在今年11月以及明年的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等多边舞台上保持高层交流势头，并争取取得实质性成果。王毅表示，中方愿支持韩国办好明年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推动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赵对烈高度评价今年以来两国保持密切高层交往，并祝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5周年。赵对烈说，愿同中国加强经贸合作，共同促进区域经济融合。韩方高度关注半岛局势，期待同中方保持战略沟通。新任的日本自民党总裁石破茂最快将于明天接替现任首相岸田文雄，成为日本第102任首相。石破茂的内阁人选都包含哪些人？他在阁僚选择方面都有哪些考量？石破茂还在当选总裁后的第1次记者会上强调，为了构建更为平等的日美关系，应考虑在美国设立自卫队基地。对此，美国能答应吗？石破総裁、椅子の座り心地はいかがですか？こんなもんなんですかね。初めて座りました。即将接任首相的日本自民党新任总裁石破茂29号在电视辩论节目中宣布，将着手调整下届众议院解散及大选的日程，不排除在10月举行的可能性。虽然石破茂并未公布最终的人事名单，但据日媒披露，其内阁以及党内高层人选名单已经初步成型。据悉，前首相菅义伟或将出任自民党副总裁，由前任首相出任自民党副总裁是该党的传统。有消息人士表示，菅义伟已经同意。菅义伟虽然出任日本首相仅约1年，但他在那之前曾担任内阁官房长官长达8年，可以说是自民党内的百事通。日本共同社认为，石破茂通过启用重量级人物，可以稳定其薄弱的党内基础。现任自民党副总裁麻生太郎已经84岁高龄，显然难以胜任重要行政职位。此外，自民党总务会长森山裕或将出任自民党干事长。前官房长官加藤胜信有可能出任财务相，前防卫相小野寺五典或将担任政务调查会长。而在这次总裁选举中获得最多议会票数的前环境相、前首相小泉纯一郎的儿子小泉进次郎有可能出任自民党选举对策委员长。一般日本的这个新首相在人事任命上，在第1次的人事任命上呢，有2种方向，一种的话呢叫论功行赏，一种的话呢叫笼络对手。尤其受到日本媒体关注的是，在第1轮投票中风头压过石破茂的高市早苗。据悉，石破茂邀请他担任党内4大职务中的总务会长，但遭到高市早苗拒绝。针对有记者问起此事，高市早苗冷冷回答说：“我就当个普通党员，支持吧。”高市早苗最后是拒绝了，甚至说要拒绝所有让他入阁的这种邀请。那么实际上他是希望跟那个石破茂来保持一定的这个距离，来为他将来在这个政治上追求更多的这个自由度来做一个铺垫。此外，值得注意的是，石破茂曾先后担任过日本防卫厅长官、防卫大臣。他曾将军事防务形容为自己毕生的事业，酷爱收集武器装备模型，因此被日本网友称为军事宅。有日媒注意到，石破茂是此次自民党总裁选举中唯一一个明确提出修改日美地位协定的候选人。27号在当选总裁后举行的记者会上，石破茂再次强调，为了构建更为平等的日美关系，应考虑在美国设立自卫队基地。合衆国において陸上自衛隊、航空自衛隊がその持てる能力を最大限に発揮するようなそういう訓練基地というのはドイツも設けておりますが、極めて日米同盟強化のためには有効なものだと考えております。
石破茂在竞选期间还提出应考虑设立亚洲版北约。在27号记者会上，石破茂再次表示，在美国实力相对衰落情况下，应考虑如何建立亚洲的集体安全框架。不过，这一想法也被美方泼冷水。美国国务院负责东亚及太平洋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康达就明确表示，现在讨论亚洲地区的集体安全机制为时尚早。华盛顿智库史丁生中心高级研究员格里科警告，建立亚洲版北约不仅不现实，在战略上也并不明智。他指出，亚洲地区绝大多数国家，尤其是东南亚和南亚国家，并不希望在中美之间选边站。印度、越南、印度尼西亚等国对结盟都十分反感。美国国防部发言人帕特里克·赖德当天发表声明称，美国国防部部长奥斯汀正持续听取有关中东地区局势进展的汇报，并据此调整美军在当地部署。声明说，奥斯汀命令8月部署到中东地区的美海军亚伯拉罕·林肯号航母打击群继续停留在美国中央司令部所辖战区。6月进入地中海的美国海军黄蜂号2栖攻击舰和海军陆战队人员继续停留在相关水域。同时，由 F-22、F-16 等多种机型组成的一个战斗机中队将为上述2个海上打击力量提供空中支援。未来数日，美军将进一步增强防御性空中支持力量。美方认为，以色列可能会对黎巴嫩展开有限的地面行动。不过，目前以色列似乎尚未做出最终决定。此前，以军总参谋长哈莱维28号曾经公开表示，以军决心继续推进军事行动，以打击黎巴嫩真主党。当地时间29号，以色列国防军宣布，当天早些时候监测到8枚火箭弹从黎巴嫩进入以色列领空，袭击未造成人员伤亡。这8枚火箭弹进入以色列领空时，以色列北部多地响起防空警报。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称，发射物最终落入开阔地带，但声明未提及人员伤亡等信息。有现场视频显示，不明发射物最终落入加利利海中。国庆将至，全国各地装扮一新，首都北京天安门广场布置的花团锦簇，引得人们纷纷打卡留念。国旗鲜花把我们的城市装扮得格外美丽，目光所至皆为华夏，人们花式表白，祝福祖国繁荣富强。今年的祝福祖国巨型花篮顶高18米，首次以蔬果花篮呈现，选取了分别寓意福禄吉祥、喜庆丰收、红红火火的葫芦、南瓜、辣椒等蔬果，体现蔬果飘香、繁花似锦，表达对祖国繁荣富强、欣欣向荣的美好祝福。当我们来到这儿，看到了盛大的花坛，我们的心情无比激动，因为祖国强大了，人民幸福了。绚丽灿烂的大花篮引得人们前来打卡留念。此前拍照只会摆剪刀手的记者拜师阿姨。这样一太会拍照了，向他们取经，到底怎么拍出和大花篮的人生照片？还有，我发现您特别会拍照，您能教我几个拍照姿势吗？因为我也想跟花篮对面合照。一个是放到这儿，一个是放到头顶这样，一个是放在这儿，应该是这样，有吗？1、2、3，这样，从静态姿势到连续动作，再到直接跳舞，记者也拍到了和大花篮的满意照片。在山西临汾，一面巨型5星红旗摆放在鼓楼中心广场，表达着人们对祖国的深深祝福。当地还精心布置了花坛，营造出浓浓的节日喜庆氛围。在云南丽江古城，有25000多盆、300多种各色菊花组成的国庆菊展完成了布展。古城的大街小巷悬挂了1100多面国旗，中国红在青瓦木楼间格外醒目。在深圳城市主干道上，一面面5星红旗迎风飘扬，蓝天绿树红旗，城市美景犹如一幅幅壮阔的画卷。浙江温州的一些景区早在1个月前就开始盛装布置，当地的畲族村民用火红金黄的辣椒拼出了13.5平方米的5星红旗，以及盛世华诞、举国同庆8个大字。村民们表示，乡村振兴给大家带来好日子，这火辣辣的辣椒就是对祖国最深情的告白。在四川成都，西南交通大学希望学院4000余名军训学生在教官带领下集体合唱歌曲《万江》，点燃全场。
在福建厦门机场，义合唱团发现了一架钢琴，他们即兴发挥，共同演唱了《我爱你中国》。歌曲在机场内回荡，为在场的每一个人带来了温暖和感动。郑州工商学院100名师生携手用灯光绘成长江黄河图，以灯光为墨，夜空为布，一场别开生面的灯光秀，为祖国母亲献上最真挚的祝福。我歌唱每一座高山，我歌唱每一条河。在浙江舟山的一个村子里，全村400多名村民拍摄集体大合照，上到81岁，下至5岁，大家一起挥动手中的红旗，喜迎国庆。在江西萍乡，300名特警夜训夜爬武功山，迎接国庆。爱好爬山的朋友们也纷纷加入其中，大家手举红旗，爬上山顶，告白祖国。在四川成都，小学生歌舞快闪迎国庆，高唱《我爱你中国》。